以色列這個小老弟不讓老大哥離開，持續的搞事，持續的對黎巴嫩真主黨甚至是伊朗的一些勢力來發動進攻，感覺他現在是一個彈劾的破壞者，不把整個什葉派的極端勢力給鏟除，感覺以色列是睡不着覺的。我的觀察是沒有要約束內塔尼亞胡，川普他想達成跟伊朗的協議，他還是需要以色列同意。對於川普來講，他搞的是兩面手法，他跟伊朗說啊，這是我跟你之間的停火。協議來談判。伊朗透過調解方，也就是巴基斯坦這邊有非常明確的證據顯示，這個停火是含黎巴嫩跟其他地方。仍然是要先聚焦到中東的戰場，因為大家都知道啊，這陣子呢，美以是展開了這個2週的停火協議啊，大家看到了一絲轉機。但是這裡頭究竟是真的要尋求和平，還是有一些障眼法呢？我們陸續帶大家來展開。因為正當各界都原本以為我們這個2週時間可以來切磋一下，可以來談一下的這個時機點呢，好像可以開始降溫了。但是這個協議生效不到24小時以色列沒有不甩這個停火協議，它是持續的發動大規模的空襲，而且是對黎巴嫩目前我們看到傳說的消息是，不只對首都貝魯特，包括了卡貝谷地到南部的領土等等，是連轟了100個地點，也造成了這個250人的犧牲，而且這個犧牲的人數不一定都是真主黨或者是軍事人員很多都是平民老百姓，所以這個背後呢也是有蠻多這個正義性的問題包含醫療機構啦。黎巴嫩現在真的都被打到無法使用，感覺就是一個人間煉土、一個煉獄的感覺。好，納坦雅胡他怎麼說？他說黎巴嫩因為不在這個停火範圍內，所以以軍是不打算鬆手的。他說以色列軍隊的手指頭呢是始終扣在扳機上的，意思就是隨時可能會重返戰鬥。所以美以停火，但是以色列態度這麼持續強烈，也讓川普的態度也必須要跟着強硬起來。他剛才呢就說了，這個持續警告，如果伊朗膽敢破壞協議的話呢，將會面對美國這個即將發動一場前所規模沒有看過這樣如此大規模的展開。如果伊朗敢違約的話，可能就在後面等着他們，感覺就是要幫腔納坦雅胡。所以我們看到前段時間美軍已經是明顯想要讓這個事態降溫了，因為現在美國國內已經為這件事情燒成一團亂，但川普也想找個台階好終結戰爭，但是以色列這個小老弟不讓老大哥離開，持續的搞事，持續的對黎巴嫩真主黨甚至是伊朗的一些勢力來發動進攻，所以感覺他現在是一個這個彈劾的破壞者，不把整個什葉派的極端勢力給鏟除，感覺以色列是睡不着覺的，絕不罷休。所以我們現在感覺是川普他能夠約束到納坦雅胡嗎？究竟這個停火是美國說了算還是以色列說了算？感覺角色已經有點對調了。那麼以色列會不會成為美國現在戰略風險最高的一個不確定性的一個棋子呢？還有讓川普的民調害群之馬就是納坦雅胡，要不要背這個鍋？來，教授。川普有要約束內塔尼亞胡嗎？我的觀察是沒有要約束內塔尼亞胡。因為川普他想達成跟伊朗的協議，他還是需要以色列同意、以色列支持他達成跟伊朗的戰火協議。對。對於川普來講，他搞的是兩面手法。他跟伊朗說這是我跟你之間的停火協議來談判，但是伊朗透過調解方，也就是巴基斯坦這邊有非常明確的證據顯示，非常明確這個證據顯示，這個停火是含黎巴嫩跟其他地方。是，因為我們看到巴基斯坦的總理把他們的電文已經公布了。對，這個電文裡面公布裡面就是伊朗他們提出來的條件，那也就是除了跟伊朗的停火以外，黎巴嫩含在內，而且還有 ERS， 就是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地区当然有爭議可以討論，例如說指的是加沙的哈馬斯，或者是也門的胡塞組織，那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明確寫出2個國家名字的，一個就是伊朗，一個就是黎巴嫩。而這個有 at 到誰呢？有 at 到第一個排名第1名的，那就是川普，第2名是范斯，第3名是盧比奧，第4名就是這個中東特使所以4個人都有被通知到，他們也都沒有表達不同意的意見，都沒有的情形下，那也就是這些訊息都很清楚了。对，中國大陸介入了嘛？介入了，那也就是很明確的，那伊朗也同意了，那就是以10點談判作為基礎，從這個10點來做談判，而不是從美國的15點談判，也不是從巴基斯坦的15點談判是從伊朗的10點談判。這一點其實都表達很明白，就是伊朗這次贏了，川普輸得很慘。好，那不管如何，
至少台階給川普下了嘛。對，川普趕快就下了台階。可是內塔尼亞胡在國內面對一個最大的質疑聲，這個質疑聲是什麼呢？也就是他的反對黨認為說，這是美國跟以色列聯合的對於伊朗的戰爭。那現在美國跟伊朗已經在進入停火的談判了，而這個停火談判是含及以色列在內了。以色列是不是被棄權了？也就是被摒除在談判之門之外了。那這樣的話，內塔尼亞胡要為這一次的戰爭負起政治責任來。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說的話，我們有戰果。第二個就是我們沒有說停止對於黎巴嫩的攻擊，所以他馬上就做動作了。對。那馬上就做動作對黎巴嫩進行攻擊的時候，這是經過川普的首肯。至少川普，我想他可能回答說 "up to you" 吧。就是說，那你要我對伊朗停止攻擊，那我對黎巴嫩要进行攻擊，可能川普就說那就隨你便吧，請便吧，請自便。那對於黎巴嫩來講的話，那當然就是炮火猛烈，不是對以色列來講，打這個黎巴嫩就炮火猛烈了。好，現在的情況對伊朗來講，他面對一個選擇。為什麼？因為伊朗出不出手？伊朗如果不出手，去幫這個黎巴嫩打這個以色列的話，那伊朗未來在這兩個，一個真主黨，一個就是胡塞組織，還有哈馬斯，它的領導力怎麼建立起來？特別是現在是小哈美內伊哦，小哈美內伊在3月31號，他講得很明白，就是要真主黨跟胡塞組織介入對以色列的戰爭。所以4月1號的時候，這3個地方同時對以色列進行猛烈的攻擊，這代表什麼？小哈美內伊的影響力，他的命令給予這2個國家跟地區嘛。好，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黎巴嫩挨打了，而伊朗並沒有攻擊這個以色列的話，那伊朗怎麼向真主黨交代？這是第一個問題。好，可是如果伊朗攻擊了這個以色列的話，那美國怎麼辦？美國要不要幫助以色列跟伊朗戰爭？如果美國幫助以色列跟伊朗戰爭，美國就是一個撕毀談判的人嘛，因為當初談好的是美國跟伊朗停火嘛。但是沒有談說美國跟以色列打的話，美國要介入跟伊朗的打仗啊。當初的10點協議跟停火協議沒有談到這一點啊，那你美國怎麼辦？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我是小哈美內伊，我一定是攻擊以色列。我攻擊以色列以後，我來看你美國要不要撕毀合約。如果你美國撕毀合約呢，破壞停火的協議的人就是你川普。可是我覺得伊朗的反應太慢，伊朗反應慢，所以才讓川普又有空間在威脅了嘛。說如果你怎麼樣，那我就對你們怎麼樣。那這個就是因為伊朗的反應不夠快。伊朗反應如果夠快的話，今天就讓你川普的嘴巴開不了口，因為你怎麼辦？挑戰你美以了，不是美以之間的關係。是，好，沒錯，這個以色列因為現在仗着自己在這個合約的排除之外呢，它可以持續。感覺好像川普給了他一個綠燈，繼續對黎巴嫩愛怎麼打就怎麼打，也是成為現在這個2週裡面最大的一個變數。我們繼續來看弔詭的是呢，就連美國自家人副總統范斯，他都認為這個協議其實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停火。那軍方的高層凱恩也警告，這停火只是暫時終止的，美軍也是隨時可能重新再戰。那另一方面，伊朗也提及了，如果這個協議隨時破局的話呢，他們的武裝部隊一樣。跟你剛才納坦雅胡講的一樣，我們的軍人這個手呢還是扣在扳機上，隨時可以跟你來拼個輸贏的感覺。好，大家都還不願意徹底放下武器，可見現在停火背後呢還是有很多爾虞我詐，畢竟這是戰爭嘛，兵不厭詐。那此刻川普呢怎麼辦？他又丟出了他最愛的關稅牌，他說威脅要對所有援助伊朗武器的國家呢加徵50%的關稅，那想用經濟手段來封鎖現在伊朗的軍事補給。我想問李將軍，你認為美以雙方這個短暫停火能夠維持多久？好，如果這真的只是一個短暫的停火，大家一個緩兵之計，那挺伊朗的中國跟俄羅斯呢，他們會怕這樣的50%的關稅而縮手嗎？那如果真的這陣子這個協議破局了，伊朗獲得這個短暫的空間，你覺得這段時間他們最該補的武器跟軍需品是什麼？首先我認為中國在這場戰爭裡面，這40天。我們看到伊朗所使用武器，沒有一樣是中國提供的武器，所以我認為中國並沒有提供武器給伊朗了。那之後來講，也不會再提供武器給伊朗，
因為中國現在很明顯的是站在一個這種客觀的公道伯的立場在做調停哈。如果他本身是調停的角色，如果這時候他去提供武器給伊朗哈，這個破壞了自己這個扮演的這個角色，我想對以後啊他要扮演的公道伯，那反而更不可行哦。可是俄羅斯就很難講了哈，俄羅斯有沒有提供武器，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因為伊朗之前有很多的武器確實是俄羅斯所提供的，包括 S-300啊。那如果說伊朗利用這段時間啊會補充什麼武器，我認為時間上面他就算想補充哈，可能這個時間上面也很短暫。对。可是我們看得出來，伊朗現在所欠缺的武器，最主要是制空的武器，它所欠缺的。那短程的，他這次能夠擊落這個美軍的，不管是 F-15E 哈，或者是所謂 A-10攻擊機，大概都是用按照川普自己的說法，是這個肩射型的防空導彈。那射程大概都是這個5公里左右，射高哈頂多了不起也就是6公里。那主要是美軍自己哈採取低空，有一點輕敵，飛得太低，所以才會遭這種肩射型武器擊落。那如果說這段時間伊朗有機會會有這個可以補充武器，我認為他現在最欠缺的反而是制空的武器。他可能沒有空軍的飛機，可是他是不是可以利用這機會跟俄羅斯那邊獲得俄羅斯所提供的 S-300哈等等這款武器？我覺得這是他最需要的。那之所以這場在目前停戰哈的這個結果會多少？我認為停戰時間不會多久哈。別人可能認為是停戰，但是我認為這時候雙方啊正在裝彈夾的時候，這個就像是作戰的時候，你這個子彈打光了，一個彈夾子彈打光，你要重新裝填彈夾。是，那這個時間是不是這個時候，尤其是說美國的可能性更高？我舉個例子來講哈，譬如說美國，我們知道它對這個伊朗所發射的攻擊型的導彈，大部分都是戰斧型巡弋導彈哈，或者 JASSM 這2款是這個攻擊型的導彈。那防禦型的大概愛國者3或薩德屬於防禦型。那攻擊型的導彈你知道嗎？美國打了這一次到目前為止打了850發。那這種導彈戰斧巡弋導彈一定是從船上面發射的嘛，或者是潛艦上面發射。那發射完以後，這個船要回到港口才能夠再重新再裝填。你不是說我隨時從陸地就可以發射。所以這段時間是不是美國的艦艇的這個戰斧已經發射光了？好，它必須要靠港重新再裝填。那另外第二個，我們看到這個 JASSM 也是一樣哈，它這個空射型導彈，現在它整個庫存大概只剩下450枚左右哈，從戰前的2000枚到現在450枚，可見的美國已經不足了。那按照媒體的說法，它這批導彈最多只能在做17架次的攻擊，所以說我認為美國這個極可能在這段時間是在做彈藥的補充，等它補充完以後哈，布希號也到達戰場之後。可能這場戰爭又會重啟戰火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了解。好，酈將軍幫我們分析認為這個短暫的和平其實是非常不穩固、非常脆弱的，大家都是在蓄力一個重拳，可能就要往對方的臉上再揮下去了。好，剛剛有提到中國在這一次的居中斡旋呢，扮演一個公道伯的角色。現在有更多的跡象顯示那確實在這個我們雖然說現在是2週啦，但會不會這麼久，我們要持續觀察。但無論如何，目前的停火能達成呢，中國有出一份力，因為伊朗的官方公開表態呢，感謝中國在這個戰爭的第1天就來持續推動和平的進程。那巴基斯坦總統也感謝中國發揮了這個建設性的作用，就連非常愛酸中國大陸的川普這一次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助力之下，確實有幫助伊朗回歸到這個談判桌上。那當中的關鍵人物呢，就要講這個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了，他當然很關鍵，因為媒體揭露王毅在短時間內狂打了26通的電話。好，這個奪命連環扣的目的就是各方協調，因為其實要談的不只是2個主事國，還有很多周邊的一些其他國家來共同交涉，然後濃縮出了他認為能夠穩定中東，或者中方立場認為能夠穩定中東的5點倡議。王老師，我想問你，怎麼看王毅這個奪命連環扣26通肯定是打給很多人了。那穿針引線促成這個和平的契機，還有當美國這個主事者最愛扮演世界老大這個主事者，現在也深入到這個戰爭的泥潭裡面的話，現在是不是世界警察的角色好像變成有點是中國大陸了？我要川普覺得他才是世界警察了哈。那而且川普認為伊朗之所以願意答應停火，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促使。
那王毅沒有狂打了哈，這個形容有一點誇張，因為戰爭其實打了很久。是，他是打了相當多電話。最早我記得他是跟埃及的外交部長，然後呢，沙烏地阿拉伯都表達說他要派中東特使。所以如果我們把中東特使應該叫翟瑞，好，在這個穿梭以及他打的電話加進去的話，那可能就不止26通了。那王毅後來最重要的關鍵，他也和伊朗的外交部長通了電話。那這個已經到了後面3月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當巴基斯坦、埃及跟土耳其開始3國在做穿梭外交的時候呢，他和巴基斯坦聯繫，然後呢公布了一個公開的5點這個倡議。那這個5點倡議呢，我們現在看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巴基斯坦還是伊朗還是海灣各國，特別是美國，大概都在這個基礎上達到今天的停火。雖然這個停火現在其實還不需要太樂觀，因為總是會有一些要調試，比如說以色列還是在打真主黨，比如說到底伊朗可不可以擁有發電用的濃縮鈾啊？這類問題都還是會造成將來可能無法真正的和談，而且和談怎麼進行？面對面還是在透過巴基斯坦穿梭外交？但是呢，我剛剛講這5點，哪幾5點呢？第一個他說立即停止敵對行動，那就是停火嘛。對。哦，第二個盡快開啟和談。這和談我說不一定面對面呢，透過巴基斯坦，現在已經開始，雙方的10點啊、5點啊都已經透過巴基斯坦。第二點，確保非軍事目標安全啊，這個很重要，你不可以摧毀一個文明啊。到底是伊朗文明會被摧毀，還是美國霸權文明會被消滅衰退呢？所以當川普講摧毀一個文明的時候，這個就很緊張，大家都在責怪。所以你不可以去針對非軍事目標，也就是針對所謂能源的這些攻擊，確保航道安全，那這個很確定的。第5個，確保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那就是基本的國際秩序跟國際法的架構。那後來在聯合國的時候呢，巴林想要通過一個法案，說用軍事的方式來去維護荷爾木茲海峽的通航，結果被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聯手給否決掉。因此呢，就表示凸顯這個東西。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中國大陸在背後的這個整個外交的穿梭才是真正的關鍵。你甚至可以看到後面的時候呢，基本上其實是美國跟中國在做外交上的拉鋸，以及在中國大陸透過他的表達之後，對於巴基斯坦跟伊朗能夠去參與到和談的一個支持。美軍啊，這個他可是他的王牌神話，難道真的被打破了嗎？另外，來自於伊朗革命衛隊的說法，他們說他們命中了美軍的第5艦隊，還狂轟了以色列。這當中，我們也會來關心剛剛說的 F-35為什麼可以順利的如伊朗說的被打下來，是真的嗎？難道這當中有中國大陸幫助伊朗在雷達上面提供這個防守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先來看到這個是最新的進度哦，一架 F-35隱形戰機被伊朗的炮火擊中。這一件事情是開戰以來第一次 F-35被擊中。當然了 ，F-35的造價非常的貴，高達了1億美元。為什麼這一次會被鎖定擊中呢？難道是隱形技術真的當中出問題了嗎？還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或者是中國的雷達真的能夠鎖定抓住 F-35呢？將軍怎麼看？我認為現在可以看出來，因為打久了之後啊，會有任務的慣性就出來了。那任務的慣性被伊朗所掌握。因為這個以色列也好，美國的空中轟炸走廊，你這個是轟炸走廊一直在進出伊朗，採取哪個航線？是取道於伊拉克，還是先取到敘利亞，再取到伊拉克，再進入伊朗？你這個空中轟炸走廊被掌握了，一定從那個地方進入，然後從哪個地方脫離？為什麼要這個樣呢？因為以色列跟美國的遠距遙攻武器跟精準制導武器用差不多了，那你就要飛進去炸。因為你遠距的用光了，那你就要進去炸，叫凌空轟炸，就是到它那個空的，那你就不容易被發現了。因為現在伊朗全部的空域是禁航區，那禁航區你進來的那就是這個轟炸機或者戰鬥機啊，很容易。然後但是這個 F-35是匿蹤，為什麼會被鎖定？因為現在啊有地面的紅外線偵測系統，你這個飛機可以匿蹤，但是你熱沒辦法匿蹤啊，你要放熱啊。而且一般來講，它進入的時候啊，會有2個狀況。第一個，大速度，
熱特別，那你要發動機推力很大。第二個，它都有載彈，又有載彈又大速度，你的發動機幾乎都是火力最強，那很容易红外線就抓到了。沒有民航機，那這個熱會跑，那這個就是任務的戰轟機，所以是變成這個狀況，要進入，然後又有IRST，因為這紅外線偵測器的 IRST 就抓到了，熱在跑，那就是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這任務機，那要對它實施鎖力，使它實施攻擊。第二個呢，那現在呢這些任務的慣性空中轟炸走廊，還有空中加油走廊，慢慢經過大數據跟這個資料庫之後，都被伊朗掌握了。那不是光伊朗，其他的國家有沒有情報交換？伊朗絕對有情報交換機制，跟哪些國家我不知道，但是會跟很多國家交換機制。那提供給他，一提供給他的時候，知道了有飛機出來了，人造衛星可以看得出來，現在人造衛星可以掌握出來，飞機起飛的那個機場，起飛的幾架 F-35，起飛的幾架 F-16，或者起飛的幾架的這個 F-15都有可能。那這樣一掌握着，馬上通報。這是起飛的，你在那個軍用機上一看起飛的，這麼外形一看得好清楚，掛彈了，一共起來了總共4架，另外又起來4架是掩護的，上面掛的是空 U 的外形，另外4架是對地的外形，你看那個飛彈就知道了嘛，你就掛在外面嘛，就被掌握。這一通報之後，伊朗就收到了。所以因為你起飛人家一定看得到，那外形人家看得到，就知道這時候起飛一算，大概經過1個多小時就要到達伊朗上空了，那這個先等到就对了。它可以攔截。現在啊，把這一架的 F-35啊，已經把它擊傷了。換句話說，真正的沒有把它發動機打掉，因為它是單發動機。如果打掉的話，飛機就根本沒辦法回來了。那下一次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可能擊落或擊毀？這種可能性慢慢變高了。所以我們知道，這衛星偵測系統還有最後一個破解的，我認為是敵我識別器，就是敵我識別器是 SIF 被掌握了。SIF 開這個碼出來的時候呢，美國收到，這是它的友機，但是同樣的伊朗也收到，它就列為敵機，所以敵我識別碼也被伊朗掌握了。紅外線被掌握，敵我識別碼被掌握，轟炸的慣性的空中轟炸走廊被掌握，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國也好，將來轟炸伊朗的任務的風險會越來越高。好，我們看到現在主控權似乎已經在伊朗手中了，掌握到了各種的資訊跟情報哦，導致現在 F-35這一次出了一個大意外哦，被視為是美國一個很重大的挫敗。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在這個時候繼續的火力全開，持續加碼。20日凌晨的時候，他們又在啟動新一輪攻擊，第64波真實承諾4的攻擊哦。這一次出動的是包括了無人機跟飛彈直轟以色列的北部跟它的中部地區跟美軍的基地。伊朗的說法，當然了，美軍目前還沒有證實。他說他有連美國的第5艦隊都把他命中了，包括從他的反無人機的系統、燃料槽到補給中心、士兵集結區，伊朗革命衛隊說都已經被他掃一輪了。這一次的攻擊，我們也來看到畫面上 CG 有非常多來自於伊朗的各種的飛彈，包括了霍拉姆、沙赫爾啊、城堡破壞者等等，還說有這個高超音速導彈。不過我們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他出動了他的新一代的無人機，這個是自殺無人機，包括了見證者1，而且這個是最新的改良型。被說就是這一次的關鍵殺器。那有什麼不一樣呢？跟過去這當中，專家說這一款巡弋的彈藥是經過大改版的，包括它有改過它的電動馬達等等。那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降噪，而且可以降熱，變得更難以被發現。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伊朗用它的新款的這個自殺隱形無人機掃射他說的第5艦隊，美軍防空體系還能有效的做攔截嗎？將軍又怎麼看？美軍的第5艦隊位置在巴林哈，其實，在波斯灣的中間，當初美軍會選在這個地方，波斯灣中間當做他第5艦隊指揮部的位置，他就想說，我站在這個地方，大概整個產油國家、整個波灣都在他掌控範圍之內。但是沒想到這次的戰爭反而凸顯出來哈，它變成在這個伊朗的這種射程的範圍之內哈，因為巴林距離這個伊朗距離大概200多公里啊，隔個一個波斯灣。那大概伊朗現在包括它的無人機哈，這個更不要說是導彈了，甚至於連無人機都在它的射程範圍之內。那現在我們很明顯的，我認為說，從去年的伊朗跟以色列的12日戰爭裡面，然後結束之後這段時間，
其實伊朗累積了很多這個導彈的作戰的一個經驗。然後這段時間，伊朗革命衛隊也不斷的在研發它的新款的戰術跟戰法。我大概認為伊朗這段時間它有幾個跟去年比較起來有幾點精進的地方。第一個它的這種找到破解的方式，其實這個導彈攻擊當然你可以用愛國者3或者是薩德系統來做攔截，但是所有攔截方式有可能這個有時差或者位置設計上面，伊朗可能找到這種破解的方法譬如說去年這個2003年那次波灣戰爭，這個飛毛腿飛彈就擊中這個美軍的一個營區那代表說是後來他們發現說是因為這個攔截導彈計算的時間錯誤，其實這有很多的科技元素在裡面。那伊朗是不是從中找到破解方法？第二個，我認為伊朗在這段時間他了解到他用飽和攻擊，我們不管是看他導彈的數量或者是無人機的數量，他採取的是飽和攻擊的方式。第三個，我認為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看到伊朗有很多新款的導彈出來包括到我們剛剛講霍拉姆沙赫爾這款的導彈它用這個集束彈的方式，還有尼斯導彈它不管速度，這個終端速度可以到14馬赫，甚至於說號稱是跳舞的這種導彈，也就是它利用橫向的噴嘴可以做這個左右的偏移那你形成它更大的攔截。但是對於無人機的部分我認為美軍很明顯的是輕敵了這幾次美軍出現的錯誤，我認為是輕敵所造成的。第一個，我們看到第一波陣亡的美軍官兵6個人，他們是被無人機打中他們這個基地裡面陣亡的。那整個過程之中，為什麼你美軍在這麼重要一個基地都已經開戰了，那你居然沒有這個派出對空監視哨？其實要打這種無人機，我覺得就軍事上的戰術層級來講的話，並不是很難，因為它時速這個見證者136，它時速只有100多公里。你不要說是用導彈了，你其實用這個快炮或者是防空武器都可以將之擊落那甚至於50機槍，4管50機槍，你都可以將它打下来。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是美軍這個沒有派出相關的警戒的措施那第二個，我認為美軍從一件事情也看出來，他們過於疲累這個他可能沒想到伊朗反擊的力道這麼大然後譬如說我們這次看到美軍的 KC-135這2架空中加油機撞在一起，就很明顯的看出來，這兩架飛機的飛行員可能長期在這邊對戰機實施空中加油，過於疲累，所以造成2架飛機撞在一起。第三個，我認為美軍的官兵來講，有厭戰的心態已經出現了。這從什麼看得出來？我認為從福特號的這種所謂洗衣房失火，結果這個火居然燒了30天，沒辦法把它滅掉以這個美軍這個福特號這麼先進的一艘這個戰艦居然滅火要滅了30天，這個是不是官兵訓練不足？甚至於我們懷疑是不是有人縱火等等因素。所以我覺得任何作戰最重要的軍事來講，最重要一個因素還是在人了當這個美軍的官兵產生了輕敵的心態或者是厭戰的心態，我覺得代表美軍就算是你有再好的戰略跟指揮，你都不見得在這場戰爭裡面你可以討到任何一點便宜。好，那我們看到美軍的軍官現在在整場戰爭，除了厭戰、內部管理出現問題之外，還要持續的面對來自於伊朗非常非常強烈的攻勢。那川普不是一直說呢這一場戰爭很快就要停下來了，但是現在好像又沒有辦法真的看到這樣子的跡象，因為來自於路透社最新報道說，難道接下來美國是真的會派地面部隊嗎？因為路透最新爆料，美伊戰爭進入新階段，川普正在考慮派地面部隊進駐到伊朗，而且不是只有報道這樣子講，從很多的跡象，現在看起來似乎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包括了五角大廈正在準備追加2000億美元的戰爭費，國防部長說的，他說要消滅壞人需要錢。再來就是川普，你在增兵數千人要登陸伊朗的本土，還有2500名的這一些陸戰隊已經趕到中東，2棲艦隊也前往中東。最新民調竟然有超過65%的美國民眾認為川普會對伊朗進行地面戰，但是支持度只有7%，非常的低。現在問題來了，如果真的要打所謂的地面戰，美國有辦法打嗎？漢庭怎麼看？
這個面對伊朗164萬平方公里的山地縱橫，還有將近500公尺以上的地下的長城，那当然還有100萬的兵力動員。如果美國真的要這麼幹，那到底會不會重蹈在伊拉克、阿富汗等的覆轍？其實是非常耐人尋味。好，那國防部長呢講說，戰爭就是要錢嘛，聽起來豪氣干雲，實際上也是對財政充滿了絕望，而且也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當前兵力的局限。首先是財政的黑洞，每天就是10億到20億美元的消耗，目前短短3週已經花了120億美元了，現在還要再加個2000億，所以就一開始的這種所謂手術刀式的空襲沒有任何的效果。而第二，可以看到還要再加派2500名的海軍陸戰隊，而且還要從沖繩調動過去。對，所以已經把從亞太的這些戰略的機動量全部都搬過去，那就表示美國在全球已經是兵力的極度緊繃，你才要拆東牆補西牆啊，甚至包含把南韓的薩德系統也通通都搬回去。那但是民意支持嗎？竟然只有7% 繼續支持。而且美國如果想要去複製過往，不論是在伊拉克啦，然後或者說要跟委內瑞拉，可能感覺上很快啊，反正就是把人給打跑了之後，他就分崩離析啦。但完全不一樣啊！如果我們單純從伊拉克跟伊朗來做比較的話，伊拉克当时呢，他的軍隊都是忠誠於個人，但是呢，在伊朗的革命衛隊，你看，就算哈梅尼不在了，但是呢，他的指揮權，他的所有的這個軍隊的權力，都是下放給每一個獨立的部隊，他們都願意跟美國繼續打。而且呢，伊拉克它當時社會整體比較分裂，但是伊朗呢，完全就是什葉教派深入人心。面對外敌入侵，你看到將近1個多月的時間，大家都決定繼續打。好，那再來一個國際環境也跟過往往往不同了。在2003年，當時呢，美國還算是國際的領袖，對吧？他一呼百應，他說幹啥就幹啥。但是到了現在，可以看到呢，川普的信用以及各種的地位都一落千丈，他要大家來幫忙啊，守住荷姆茲海峽。沒人理他，對吧？就法國、德國、英國都不理他，就連現在在見面的高市早苗呢，也不願同意。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大家看衰啊，你美國覺得你是不是兵力越來越不行了，你實力越來越弱啦？尤其荷姆茲海峽現在的實際掌控權就在伊朗手上嘛，伊朗要誰過就讓誰過，伊朗不讓誰過就不讓誰過。那如果美國沒有辦法去展現它在全世界的軍事上的實力，自然呢，大家就會對美國產生看衰。所以這種看衰不是說我們這個刻意對美國不好啊，是目前的軍事專家跟國際專家，包含了前美國的官員，甚至許多的研究員、昆西研究所等等，都認為未來如果長期打下去，對美國自己是非常不利。所以可能如果真的要出兵到地面的話，很可能不是美國實力的展現，而是戰略透支的可悲結局。好，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的節目現場，美國總統川普呢，他前段時間說啊，伊朗為了求和，給他送上了一份大禮，包含了石油、包含了天然氣跟荷姆茲海峽通行的超級禮包。但事後我們得知呢，他所謂的禮包就是放行了幾艘油輪、貨輪通過，表態呢，我們荷姆茲海峽並不是完全封鎖的，所以世界的這個貿易呢，在戰爭期間還是有一條可行之路。但是川普還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因為要知道這些船不是你美國籍的船，而都是跟伊朗友好的人的船。我們來看看有誰，5個國家現在就被點名了，包含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你們是友伊的這個勢力，所以你們的船只要乖乖繳通行費的話，還是可以做生意，還是可以通過的，並且根據英國的勞氏船級社他們的消息指出，中國籍的貨輪呢，成為了伊朗允許航行荷姆茲海峽，而且是首艘借由支付通行費安全通過船只，等於是中國的船開了一個先例。只要跟伊朗關係不錯，願意拿出一點錢，這條路你是可以走的，好不好？這就是有一個象徵性了。那我們來持續看到，現在伊朗利用這個海權來當作籌碼，給各國一個選擇：你是要在你們的國家的能源安全，還是來挺美以？這兩邊你要選邊站哦，然後等於是這個削弱美國安全承諾的同時，又給了不管是中立國也好，還是親伊朗的這些勢力也好，告訴大家你其實有一個新的選擇來獲得一些競爭優勢。好，我們說這個是因為這場戰爭而短期出現的一個被迫下的情況，大家必須要這樣做，還是說這場戰爭之後，整個全球的國際格局可以因為海運的規則而改變？張教授來。我認為這是伊朗在這一次伊朗戰爭當中發現到它的地緣戰略的利益之所在，就是荷姆斯海峽。現在可以把這個荷姆斯海峽變成它的戰略籌碼。一個
要友誼、友善，或者是有对伊朗是友善的，它可以開放通過。第二個，對於伊朗是有距離的、親疏遠近啊，那就按照它可以坐地收取過路費。對，就是這兩個。他發現突然可以了嘞，因為什麼？因為全世界都要能源，沒有一個國家不要能源，能源越來越重要，因為 AI，因為半導體，因為大家那個大量的這個我們講新能源車等等，對能源的依賴會越來越高。那很簡單，那我就突然因為這一次伊朗戰爭，才知道原來荷姆斯海峽有那麼好的這一個戰略角色，他就把它變成地緣戰略轉換成戰略籌碼。這就是伊朗的轉換。那伊朗這很簡單，第一個要站隊。你這個站隊如果站隊伊朗，不站隊伊朗這一邊，你是站隊以色列或者美國這一邊，那對不起，那你不要過去。你要過去要有風險，因為到現在為止，美國還沒有講要戰略護航，那就有風險。要不然你要拿非常高額的價格，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開了這個船舶識別系統，你就悄悄通過去吧。它可以這個樣。那換句話說，它這個可以解決站隊的問題。所以有人就會說，可能跟美國、以色列保持一點適度的距離，可能比較好。跟伊朗靠近一些，可能可以在船舶通過這一方面得到某些好處。是。那這個伊朗知道，伊朗也不聲張。那另外一個呢，這個航權的利益戰略利益就變成航權的利益了。那走到航權利益我判斷戰爭中結束了一天，但是航權的利益伊朗會繼續燒收。那這就不一樣了，變成一個會生金蛋的母雞。真的，以前沒有啊，現在有了，可以生金蛋的母雞。就地起價。對，因為什麼？因為這是它的，我們知道這個最窄的這個水域也只有32公里、23公里，非常的近，那都是伊朗所控制的。那這個選擇性的放行，這是伊朗的戰略權益。這種戰略，我可以選擇性，可以要你通過，也可以不要你通過，你就原地待命，要不然有這個風險。這個就是我講，它這個選擇性的這個權利就在伊朗上面。那美國呢？美國因為付防風險太大，美國是外來者，他遠道而來。當然，他在中東地區有駐軍，但是問題是荷姆斯海峽這一個區塊還是在伊朗手上啊。是，除非你要去把它奪起來，或者是把它拿下來，然後永久佔據啊。但是我認為風險太高，所以將來荷姆斯海峽變成伊朗認證海峽，他認證才可以。我要可以開放的，你再通過；沒有開放的，你不能自由通過。你自由通過就有風險，一定是有條件的開放，不會無條件的開放，因為這個地緣戰略利益已經變成伊朗的地緣戰略籌碼。戰略籌碼之後轉換成經濟利益，那這個換句話說，伊朗以後不是光是賣油，還賣航權呢。是，那我認為這是伊朗戰爭所發現的這個外溢的利益，這一次見效了。但是美國要不要付出這個代價呢？我認為美國長期要面臨兵險或者是這個護航的風險，我認為美國是一時的護航，不會願意長久的護航，因為這個會造成它軍費過高、風險過大，甚至有時候會造成傷亡。所以我認為美國會採取的是保守的策略，不會長期跟伊朗硬幹。好，除了剛才我們提到這5國友誼勢力現在被放行通過之外，其實還有更多國籍的船也都有零星通過，或者是被醞釀未來可能通過的一個權限當中其實大家想的不太一樣，還不乏親美的勢力有誰？泰國、日本、西班牙等國家，尤其是西班牙這次就被伊朗點名了，因為西班牙尊重國際法，所以呢願意接受馬德里提出關於海峽的任何請求啊。那其實就是在獎賞3月初的時候呢，西班牙是公開拒絕了讓出他們的軍事基地給美軍使用，表達我們西班牙不要當這一場戰爭的幫兇。結果就換得了德黑蘭覺得你不錯，好人卡給你一張。而這一次呢，伊朗首次對西班牙這個歐盟國家開出的算是一個友好的綠燈了。我們看到這場戰爭，全球幾大勢力或者集團紛紛表態，但是北約跟歐盟一直來說都蠻克制的，刻意保持一個謹慎的態度，保持距離，就怕被捲進去。那麼現在有了這個西班牙模式之後，會不會有更多人開始跟伊朗來保持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對，我這個針對於這個問題的話，分成3部分來講。首先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講到歐盟，再講到北約。然後再接下來的講的話呢，未來會不會針對某些國家做開放？那針對歐盟的情況下，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歐盟是一個集體的，就算是一個邦聯的合起來的國家，但是各自的國家有它各自的立场。对啊，比如說這個立陶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自己要單幹，那大陸就專門收拾他。那麼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麼西班牙這次情況比較特別，西班牙的話呢，就是明擺的就是說明了軍事基地不給美國用。然後呢，其實我覺得說是跟那個委內瑞拉的問題是有關係的了，畢竟他們都是原來的西班牙語的國家嘛。然後另外，西班牙覺得說他們自己的首相也好，前首相也好，桑切斯也講，直接講說美國這是一場不正義的，是個非法的戰爭嘛。那北約的情況的話呢，北約要行動的時候的唯一的理由是，當北約的國家有一國，北約33個國家有一國被欺負、被侵略的時候，其他國家就聯合起來以被侵略的這種名義。但是美國現在有被侵略嗎？啊？所以我這突然回答你的問題，想起來，范斯現在講說美國有被侵略，為什麼呢？因為說是那個伊朗啊，但是搞出一種帶着核子彈的這種自殺炸背心，這一下炸起來了不得了，所以就講說啊，美國有這種面對威脅的危險，因為美國現在沒有盟邦加入，它確實是非常困難，因為沒有盟邦加入的話，就說明它沒有經過國會同意，是一個非法的戰爭。那伊朗在未來的時候，這張好人卡的發放的過程的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廣告，所以不但有我們三軍講的說，從此以後啊，有一種外溢的這種權限，保留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這種通過的權限以外的話，他可以借這個機會來拉攏啊，對不對？西班牙是一個很好的模式啊，你只要敢反對，但是倒過來想那不得了啊，你要是稍微你把你的軍事基地借給美國，你就完蛋，你也不用過了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講的話，所以說情勢來講，對於這個伊朗呢，目前為止的話呢，他想通了。他想通了的話，就是西班牙給好人卡一張，非常具有廣告效應。了解。好，這個我們看到西班牙的好人卡呢，或許可以讓現在緊張的海運僵局可以看到慢慢在舒緩的一個跡象。但是在整個風險尚未退去之前呢，替代方案大家認為還是必須的。如果海運都走不了這條路的話，還有什麼辦法？空運那麼貴，那就是走陸運哦。然後我們就發現了，大家才驚覺，在2025年5月全線貫通的這一條中伊鐵路啊，沒有想到現在成為了伊朗的開掛神器哦。好，這條路是從中國出發，沿途穿越了中亞多國，然後最後在德黑蘭附近的阿普林路港抵達。長達5500公里的鐵路，是當年北京“一帶一路”一個重要的旗艦項目。沒想到隔年的通車呢，馬上成為了戰爭地緣政治下一個非常好的避險工具哦，因為降低了對海運的依賴，並且這個維持了，如果油要走這條路，中國還是可以買到伊朗的石油沒有問題，突破了地緣政治限制的一個生命線。而且萬一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借由這條陸路來幫伊朗輸送這個急救的血液。但是聰明如美伊，他們會不知道嗎？他們肯定知道啊，有這條路線在的話，就掐不死伊朗嘛。但是為什麼又有強制空權、海權的美伊呢？對這條陸路不敢去插手，對這條地面的交通感覺是視若無睹。好，中伊鐵路我們除了知道背後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因素，它的背景還有這個戰略威懾力之外，究竟這條鐵路還有什麼保命符？大家明明知道它是有發揮作用的，但是不敢去碰。我們有一句話哈，要致富先造陸哈，所以陸是很重要的。那陸有什麼陸呢？簡單說，分為水運跟陸運兩種方式。水運又分為海運跟河道運輸，那陸上運輸又分為鐵路、公路啊，甚至現在加一個這種空中的運輸。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哈，誰能夠掌握到這個？就能夠掌握到未來的財富，那叫網路哈，這不要忽略。網路現在確實是如此，沒錯沒錯。你要是有網，誰能夠掌握到網路，誰就能夠這個致富哈。那西方以前的話，他們依據這個想法概念哈，他發展出2套的戰略理論，一個叫陸權論，是這個麥金德提出的，一個叫馬漢提出的海權論。馬漢的海權論，誰能夠控制整個海洋地區？哈，你把歐亞非3個板塊看成一個大陸塊來講的話，誰能夠控制沿海地區，誰就能夠掌握到海運。掌握到海運的話，就能夠掌握到世界的財富。但是麥金德講的是說，誰能夠掌握到這個歐亞這個陸塊來講的話，哈，這個那就可以掌握到陸運，哈，它也可以掌握到財富。那你認為中國是要海運還是要陸運？我跟你講哈，海運有海運的缺點，海運有它優點，它優點就是運輸量大嘛。對，包括我們現在看到郵輪的運輸，還有它各種貨輪運輸，運輸量都非常大。
可是哈，你就必須要沿海的港口。那现在好了，现在譬如說是重要的這個港口，這個譬如說是荷姆斯海峽給你一掐，這個曼德海峽給你一掐哈，甚至如果未來的這個馬六甲海峽萬一也出事，你的海運就斷掉了。海運有海運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陸運也是一樣，陸運不管是公路運輸、鐵路運輸或者是管線運輸，它的運量都比較小。可是運量沒有那麼大，可是它的相對的維護安全性就比較高。那中國要海運還是陸運？我跟你講只有小孩才做選擇，中國兩個都要，所以又發展一個叫"一帶一路"。什麼叫做一帶呢？一帶叫做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是陸運啊。簡單來講，絲綢就是以前的絲路嘛，就是現在講的從這個新疆出發，喀什出發，經過這個中吉烏，然後之後到伊朗，然後過里海以後到達這個歐洲去這是陸上的運輸，就以前的絲綢之路。那海運來講的話，現在所以說一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中國講的珍珠鏈從這個經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包括到這個巴基斯坦的這種港口一直到這個吉布地甚至於穿過直接穿過紅海到達歐洲去，這是海上運輸之路。中國是兩個都要，所以它在這兩個方面，它都做了相關的建設。那現在事實上顯示出來，當海運出現問題的時候，它現在就有陸運可以當做備用的方式。所以我覺得中國確實是你不得不佩服它它當初確實有眼大眼光，因為它處的地理位置，它一邊面海可以發展海權，它一方面又跟俄羅斯背靠背，可以發展陸權，而且這個我們以前知道左宗棠收復新疆，目的就在這個地方。除了中伊鐵路之外，我們看到中國繼續在發展的中吉烏鐵路，還有北邊的中歐班列，甚至於這個包括俄羅斯的這種西伯利亞大鐵路，這都是陸上的運輸，這跟歐亞之間有很大的關聯。所以我覺得中國事實上是有遠見的，所以那時候提出來所謂"一帶一路"，就是海運跟陸運的陸權、海權，它都要掌握得到。